对于很多初学编程人而言，尤其是本专业非计算机专业的人，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在于从网课啊，或者 YouTube 或者其他视频学到的内容，在自己的电脑上操作，如果遇到了问题，往往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寻找一些解答。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编程初学者会用 ChatGPT 或者 NewBeam 来检索问题。但如果说是大段代码的复制，尤其是可能还会涉及到跨几个文件的问题，其实不太方便全部塞到那个 ChatGPT 或者 NewBeam 的那个 Chatbox 里面。那像 GitHub Copilot 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嵌入在 VS Code 里的，它可以就即便我们只选中一个小小的一个 code，它也可以结合上下文来考虑和分析问题。举个例子啊，就比方说，这是一个我在做的一个 to do list 的一个web 的 app，然后那这一部分是我觉得可能我理解起来，如果说有困难的，那我只要这样子选中它，然后找到 Copilot，然后 explain this，然后它会逐步的去生成有关这一段代码的一个解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可以对于一段代码中的每一个知识点都会有解释。那如果说像很多自学的人都是跟着像 Udemy 啊或者 YouTube 上面的一些视频进行自学，那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紧跟就是视频的制作者的那样一种节奏来听下来的话，其实事后这样有一个这样的工具，Copilot 这样一个工具，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每一段。那如果说是，他解释了，一段代码，但是他可能，我可能对某一个知识点我不是特别理解，那可以继续问，so，比方说我可能不理解的是这个 add event listener，那我们可以让他进一步解释。那好，那他现在开始先从它的定义开始，然后给出了更多的实例。就这样一种功能，就是其实在学习过程中就是非常的一个实用。Copilot 它其实是可以跟 VS Code Speech 是一个VS Code 里面的一个插件，可以它们结合起来使用。比方说，我们先找到这个插件，对，在这个插件栏里面输入 VS Code Speech，然后其实你是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展开的一个页面，然后其实你只要去安装，因为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啊，你这边可以安装好，然后你就可以使用了。比方说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app 的样子，然后比方说我们希望把这个按钮改成蓝色的，OK，please help me turn the add button into blue。那它会怎么去改呢？它就直接这边帮你找到了，然后也可以帮你直接改掉。那我们这边直接选 accept，然后保存一下，然后它自动刷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应用，那其实可以适用于更多更复杂的一些操作上。所以 VS Code Speech 它其实就是可以通过把你的一个语音转化为文字这样一个功能和 Copilot 结合在一起用。Copilot 有它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其实是目前为止我用下来最适合
在已写好的一个代码中，然后进行一个解读、解释和获得一些 solution 的一个工具吧。然后，但如果说你想要通过 Copilot 获得一些比较可能跟 coding 没有直接相关的问题，我们就他可能并没有办法帮到你。就比方说 salary of please tell me the average salary of software engineer in Australia， 他就会说不行，就他只能回答跟 coding 相关的工作，coding 相关的问题。Copilot 的一个安装，其实就只要在这边 extension 这里输入 GitHub Copilot， 然后它就会直接跳出来。然后我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都可以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在就是在它的那个官网，它应该后面会有一步一步的一个指示的，所以基本上前面的30天是一个免费使用。然后之后是差不多是$10一个月，然后还有一个是按年付费。然后如果你目前是在大陆地区，那你可能你先得去找你的朋友，或者你可以上淘宝去找一些 VPN，然后先有 VPN，然后你才可以用这个工具，因为Copilot 它是基于那个 ChatGPT 4，所以你要先有一个 VPN 你才可以用。我个人觉得就是 GitHub Copilot 对于一个初学者，一个学编程的一个初学者而言，其实帮助是比较大的。就因为有的时候初学 coding 的人，他们就是说会在一开始的练习代码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就如果说周围不是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前辈在帮助的情况下，其实自学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困难的。所以在我自学的时候，我是正好也是赶上了一个 AI，就是 ChatGPT 刚刚出现的这样一个时代的红利吧。所以后来是很快的出现了 GitHub Copilot，然后我也是把这样一个工具运用到自己的一个自学过程中。